在古希腊，有着象征光明、智慧、大海的奥林匹斯众神，他们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且具有美好的意义。但是在战神的世界观里，众神都是自私贪婪，丝毫不在乎凡人在他们的愚弄下所遭受到的伤害。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他们造就了奎托斯这种残暴嗜血的战士，这也预示着奥林匹斯的众神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制作视频不易，UP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3连，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最大的动力啊！UP 在这里谢谢各位了。紧接上一周的剧情，在奎托斯杀掉前任战神阿瑞斯以后，他得到了众神的认可，成为了新的战神。可在奎托斯的内心却根本不稀罕得到众神那微不足道的认可。他以战神的身份带领斯巴达士兵四处征战，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给奎托斯的内心带来些许慰藉。但这也遭到了众神的不满。当奎托斯准备再次出发的时候，智慧女神雅典娜前来劝说奎托斯，因为奎托斯这样做只会让众神对他更加的不满。奎托斯却一意孤行，根本不在乎雅典娜是否帮助过自己。于是他降临罗德岛，帮助斯巴达士兵彻底攻占这座城市。面对战神之躯的奎托斯，守城的士兵根本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就在这个时候，一只众神之王宙斯幻化的巨鹰出现，抽走了奎托斯身上的神力，并将神力转移到了太阳巨象之上。与此同时，获得神力的巨象动了起来，并且帮助起罗德岛攻击斯巴达的士兵。失去神力的奎托斯变回了正常人类大小，但他依旧有着强大的战斗力。就在他和巨象战斗的时候，宙斯将奥林匹斯之剑从神界扔下，并说让奎托斯将体内剩下的所有神力灌注到神剑里，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尽管他并不希望得到宙斯的帮助，但他依旧选择了相信宙斯。在将神力全部灌注进神剑中以后，奎托斯拿起神剑进入到巨象的体内，摧毁了巨象的核心。在他从巨象身体里出来的时候，奎托斯开始对着奥林匹斯众神叫嚣。这一刻，狂妄自大占据了他的内心。但巨象在即将倒下的时候，给了奎托斯最后一击，将他拍成了重伤，而他手里的神剑也脱手掉在了地上。在奎托斯挣扎起身想要重新拿起神剑的时候，宙斯出现在了奎托斯的面前。因为奎托斯利用战神的神力带领斯巴达四处征战，这种行为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奎托斯对于众神的蔑视以及巨大的威胁。为了不再重演前任战神阿瑞斯的命运，宙斯拿起神剑贯穿了奎托斯的胸膛，并且回身一剑将斯巴达军队全部斩杀。当奎托斯再一次掉入冥界的时候，有着泰坦之母和大地之母之称的盖亚救下了奎托斯，并说自己目睹了奎托斯生命当中所有的历程。盖亚也会帮助奎托斯打败宙斯，而这一切的起因要从宙斯出生开始。泰坦一族的盖亚身为希腊最初的神明，生下了当时的众神之王克罗诺斯，也就是那个背着潘多拉神殿的泰坦巨人。因为他靠着杀死父亲才成为众神之王的经历，导致克罗诺斯害怕自己也会死在后代的手里，于是他吃掉了妻子生的每一个孩子。妻子不想再继续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便将刚出生的宙斯和石头调包瞒过了克罗诺斯。之后，妻子将宙斯交给盖亚照顾至成年，而奶奶盖亚则对宙斯灌输了复仇的思想。然而，这也导致宙斯背叛了所有泰坦族人。他带领现任的奥林匹斯众神开始推翻父亲克罗诺斯的统治，并且制造出了一把吸取天地精华的奥林匹斯之剑。强大的力量将泰坦一族全部流放到了冥界的最深处。宙斯也让父亲克罗诺斯背负着潘多拉神殿，永远的迷失在茫茫黄沙之中。因为奎托斯的出现，盖亚看到了奎托斯是最有希望推翻宙斯统治的人。为了能够重新恢复泰坦一族的地位，盖亚修复了奎托斯的伤势，并指引他去寻找命运三女神。找到命运三女神拥有的命运之门，就能通过穿越时间回到他被宙斯杀死的那一刻。而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希望打败宙斯。重新回到人间的奎托斯骑上盖亚送给自己的天马，朝着命运三女神所在的创世之岛飞驰而去。而这场旅程也正式拉开了奎托斯的弑神之路。在路上，奎托斯经过泰坦巢穴的时候，天马被一个名叫提丰的泰坦巨人给抓住了。奎托斯只好开始寻找解救天马的办法。之后，他遇见了创造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因为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到了人间，宙斯觉得凡人不配使用火，于是他将普罗米修斯绑在这里，每天被老鹰啄食内脏。第二天内脏又会恢复如初。奎托斯在普罗米修斯的请求下，帮他结束了这日复一日的痛苦。奎托斯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名叫泰坦之怒的技能。回到提丰面前，奎托斯发动泰坦之怒，将提丰的手强行打开，救出了天马。之后，奎托斯经过拉克西斯神殿，在这里他遇见了雅典国王特修斯。特修斯见奎托斯已经变成了凡人，想要用战斗来确定谁才是希腊最强大的战士。在激烈的战斗过后，奎托斯用铁门硬生生砸死了这位雅典国王。在前进的路上，曾经的众神之王克罗诺斯出现，他赐予了奎托斯名叫克罗诺斯之怒的技能。在这之后，奎托斯甚至遇见了曾经被自己斩首的蛮族首领亡魂。蛮族首领靠着自己的实力，硬生生从冥界杀回到了人间，甚至得到了命运女神的青睐。为了一雪前耻，蛮族首领和奎托斯战斗了起来。就在两人打斗的时候，蛮族首领召唤地狱的亡魂帮助自己作战，但是却把之前奎托斯杀过2次的老船长召唤了出来。老船长出来一看啊，人都站不住了呀，怎么又是你呀？拳脚无情，刀剑无眼，老船长这下子是彻底被奎托斯给干没了。蛮族首领也被奎托斯抢过手里的大锤砸死。再次经过一路的战斗和解谜，奎托斯
遇见了宙斯另外一个儿子珀尔修斯以及天使伊卡洛斯。这两人都因为自己的话太多，导致一个被奎托斯挂在了铁钩之上，一个被硬生生扯掉了翅膀。之后奎托斯遇见另一个泰坦之神阿德拉斯，他赐予了奎托斯名叫阿德拉斯地震的技能。阿德拉斯希望奎托斯能够帮助他从这里脱困，只要能出去就能帮助奎托斯打败宙斯。但是经过众神一次次的欺骗，奎托斯显然不会再相信这些虚伪的神了。I have stomached their betrayal for the last time. Show me the way to the sisters, and I will kill Zeus once and for all. 在阿德拉斯的帮助下，奎托斯终于来到了命运女神所在的神殿。在神殿内，他见到了命运三女神。显然，命运女神不会帮助奎托斯杀掉宙斯。话不投机半句多，就在战斗的过程当中，命运女神将奎托斯拖入了他在跟阿瑞斯战斗的前一刻，想要直接破坏当时杀死阿瑞斯的那把巨剑。没有武器的他肯定会死在阿瑞斯的手下。在奎托斯的阻拦下，两个命运女神分别被奎托斯用手里的雅典娜之刃爆头，而命运交织大厅里面的最后一个女神同样也被奎托斯用铁锥扎穿头颅死去。历尽千辛万苦，奎托斯终于进入到了命运之门，回到了自己被宙斯杀死的那一刻。宙斯非常诧异，命运女神竟然会帮助奎托斯，而奎托斯只是淡淡的说三姐妹已经死了。明白过来的宙斯和奎托斯战斗了起来，两人在战斗的过程中互相抢夺奥林匹斯之剑。然而这种没完没了的打斗让奎托斯直接放弃了抵抗，他转过身去让宙斯了结自己。就在宙斯想要动手的时候，奎托斯转身抓住了他，然后扭断他的手臂，定住双手，将奥林匹斯之剑直接刺进宙斯的身体。眼看大仇即将得报，雅典娜却在这个时候冲了出来，阻止了奎托斯。看着宙斯想要逃走，奎托斯甩开了雅典娜，拿起奥林匹斯之剑对着宙斯就刺了过去。可是在这个时候，雅典娜却帮宙斯挡住了这一剑。宙斯趁着这个机会逃之夭夭。就在雅典娜临死前，他告诉奎托斯，宙斯之所以这么想杀死他，是因为恐惧，而这份恐惧来源于他的父亲克罗诺斯。因为奎托斯正是这位众神之王宙斯和一个凡人的私生子，所以宙斯害怕重演自己当初推翻父亲的历史。现在宙斯逃走，众神都将会是奎托斯的敌人，雅典娜就这样死去了。奎托斯此时已经不管谁才是他的父亲了。拥有着操控时间能力的他，再次来到了命运交织大厅，利用命运之门回到了泰坦一族和宙斯大战的那一刻。而见到奎托斯的盖亚低下了头，并对他说道：“我们一直在等你，斯巴达的幽灵。”奎托斯表示了自己想要和泰坦一族联手推翻宙斯的统治以后，他再次利用时间能力将泰坦一族拉回到了自己的时代。奥林匹斯山上，宙斯对众神商议着如何对付奎托斯。就在这一刻，大地开始震颤，奥林匹斯神殿正在剧烈的摇晃。众神来到神殿外向下看去，奎托斯正带着泰坦一族朝着奥林匹斯山上爬去。他已经在神的阴霾下苦苦忍受了漫长的时间。如果奥林匹斯众神想要阻止他的复仇，那么整个奥林匹斯都将会不复存在。属于神的时代是时候结束了。